重生到末日前1周，我没有囤粮，也没有打造庇护所，而是疯狂撸贷款买了一辆自卸王。因为末世降临后，所有载具都会变成人类的外骨机甲。拥有法拉利的张三进化成了一尊流线型的装甲刺客，驾驶重型越野车的李四化身成了肉装战士，就连开着50红光的王二猛也觉醒成了擅长运输的后勤装甲。可前世的我却因囊中羞涩，载具竟只是一辆共享单车，只能进化为滑稽简陋的脆皮。可为什么偏偏是自行车？哪怕给我一辆奥拓也好啊！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遵循着质量守恒与功能映射的铁律。载具越大越重，转化后的机甲就越强。于是，在我试图用速度去挑衅一头机械哥斯拉之后，被他一脚踩成了铁饼。临死前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有来世，老子一定要开最大的车。等到再次睁开眼，我竟回到了末日7天前。醒来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余额，一看只有300块，这点钱连买个电动车轮子都不够。但我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狰狞的笑。前世的我是个连网贷都按时还款的老实人，但再过7天，世界秩序崩塌，货币将变成废纸，征信系统将彻底归零，钱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撸，往死里撸！我的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跳动，小绿蛋、惊喜、银条、借条、筹团、生活费，只要是能下款的借款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申请通过，额度5000元，立即提现。申请通过，额度8万元，立即提现。短短半小时，我的银行卡余额已经飙升到了60万，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60万在末世前只能买一辆好点的奔驰1级，无非是个高级点的炮灰。遇到暴食者那种级别的怪物，你就能多抗一脚。我要的不是生存，我要的是碾压，我要的是那种能够一拳打爆暴食者，能够在这片废土上横着走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的绝对力量。我的目光看向了通讯录里那些平时根本不敢联系的名字：高利贷中介，喂，是虎哥吗？我是凌晨，对，我想借钱，利息没问题，9出13归也行，我要现钱，越多越好。这一夜，临海市的地下金融圈里出了个疯子，不问利息，不看合同，只要放款。快天亮的时候，我看着银行卡里那一串长长的数字，380万，这是我用未来所有的幸运甚至生命换来的数字。如果7天后末世没来，我会被这些债主大卸8块，但末世一定会来。我走到洗手间，用冷水狠狠泼了一把脸，镜子里的我黑眼圈浓重，但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焰足以燎原。380万，我要去买一辆真正的怪物。重工业机械贸易区，这里停满了如同史前巨兽般伫立的钢铁巨物。我径直走进一间由集装箱改装成的办公室，几个粗汉正围坐在一起打牌。看到我进来，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抬了抬眼皮：招工去隔壁，推销保险滚远点。光头粗声说道：我要买车。我没有废话，直接掏出手机，亮出了醒目的余额界面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嘈杂的打牌声中却显得格外清晰。光头男人的动作停住了，他眯起眼睛，瞥了眼屏幕上的数字。哎呦，原来是老板，眼熟了，真是眼熟了。斯堪雷亚、沃尔沃还是国产解放？要是跑长途物流，我推荐；我不跑物流，我要最大的。这里的车哪一辆吨位最大？我冷冷打断道。赵虎愣了一下，上下打量着我这身不到100块的地摊货，怀疑我莫不是偷了家里钱出来的脑残富二代。最大的，咱们这有几辆刚退役的矿区自卸车，不过那是工程用的，不能上路。赵虎狐疑地说道：带我去看。我斩钉截铁地说道。10分钟后，我们站在了停车场的深处。即使有了心理准备，当亲眼看到那尊庞然大物时，我的呼吸还是忍不住停滞了半拍。那是一辆特制的矿山巨型自卸车 SCM G400的魔改版，车身高度超过了4层楼，光是那巨大的轮胎直径就接近4米。站在它面前，我甚至还没有半个轮胎高，自重260吨，满载总重能达到660吨。660吨！闻言，我的瞳孔剧烈颤抖。上一世张浩那辆引以为傲的法拉利，全重不过1.5吨，就算是那辆踩死我的机械兽，目测吨位也就在500吨左右。如果我拥有了这辆车，在末世降临的那一刻，根据质量守恒定律，这660吨的钢铁之躯将会转化成何等恐怖的机甲。我伸出手，颤抖着抚摸着轮胎粗糙的纹理，指尖传来的粗粝触感让我浑身血液都沸腾了起来。老板，这车看看就行了，这玩意儿不能上牌，而且太费油，一脚油门下去就是几百块，买回去当摆设都嫌占地方。赵虎在一旁劝说道：多少钱？我打断了他，眼神狂热地盯着那高耸入云的驾驶室。赵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明显愣了愣。我问你，这车多少钱？不卖。我转头就走。我转过头，死死盯着赵虎，眼神像是一头饿狼盯着一块肥肉。赵虎被这眼神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。这车虽然是抵债的，但毕竟是工业巨兽，原价2000多万呢，现在虽然折旧了，但怎么也得500万，少一分都不行。其实这车在这里停了3年了，根本没人要，底价300万就能出。赵虎这是在狮子大开口。我冷冷地说：我没那么多，只有380万。赵虎脸色一沉，刚才的热情瞬间消失了一半。那免谈，380万。你看看那边，二手的沃尔沃驻车还差不多。380万全款，现在转账，而且不需要你们负责运输，我自己开走。我盯着他继续说道：这车停在这也是废铁，再过几年烂光了，你1毛钱都拿不到。卖给我，你今天就能拿提成去会所潇洒。10分钟后，电子合同签署完毕，随着叮的一声轻响，我卡里的余额瞬间清空，只剩下几百块钱的生活费。老板，这车你会开吗？这可跟开小轿车不一样，得有专门的证。赵虎看着我问道：上一世为了在幸存者营地里混一口饭吃，我给车队修了3年的车，什么车没摸过？我冷漠地回答。我沿着那几乎垂直的金属扶梯，一步一步爬上了4层楼高的驾驶室，坐在那宽大的
如同王座一般的驾驶座上，我俯瞰着下方的赵虎，对方此刻渺小的像是一只老鼠。这种高高在上的视角，这就是力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将钥匙插入锁孔，旋转，轰隆隆，沉睡了3年的钢铁心脏被唤醒。巨大的柴油机发出雷鸣般的咆哮，整个停车场的地面都在颤抖。赵虎捂着耳朵，震惊地看着这一幕。碎眼者，不，从今天起，你叫堡垒。我们回家。我挂上档位，松开手刹，狠狠踩下油门，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和引擎的怒吼，这头660吨重的钢铁巨兽缓缓动，前方的铁丝网围栏被撞开。门口的起落杆被碾碎，赵虎惊恐地看着那辆巨车，像一头失控的野牛，直接无视了大门，硬生生撞开了一条路。疯子，这他喵绝对是个疯子！赵虎站在原地大喊。我驾驶着堡垒，感受着无与伦比的颠簸和轰鸣，嘴角裂开了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有了这个躯壳还不够，距离末世还有7天，这点时间足够把这辆车武装到牙齿。我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那是临海市最大的黑市改装厂。接下来加装撞角，焊接钢筋护网，把车头改造成移动军火库。张浩、李猛还有那只暴食者，你们准备好迎接恐惧了吗？临海市北郊有一片被地图软件刻意抹去的灰色地带，当地人称之为废铁城，这里是非法改装的天堂。平常这里充斥着切割机的尖啸和重金属摇滚的轰鸣，但今天整个废铁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，因为一个怪物来了。隆隆，大地在震颤，矿山自卸车像是一座移动的山鹰，野蛮地挤进了这狭窄的道路。路两旁的报废汽车在这辆巨兽面前，就像是散落在地上的玩具模型。我一脚刹车，气刹释放的声音如同鲸鱼喷水，扬起漫天尘土。几个修车工吓得瘫坐在地。不多时，一个拿着扳手的中年壮汉走了出来，他叫王铁山，废铁城最好的机械师。兄弟，你这是走错路了吧？这是修车厂，不是露天矿坑。这玩意儿把我家地基都震裂了。王铁山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不做保养，只做改装。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图纸，那是我上一世在无数次生死逃亡中，脑海里构思过千万遍的堡垒蓝图。王铁山接过图纸，只看了一眼，眉头就皱成了川字。车头加装重型破冰船的 V 型撞角，全车覆盖50毫米厚的船用钢板，甚至还要在轮胎外侧加装防爆链甲。兄弟，你这是要去叙利亚打仗，还是打算开着这玩意儿去撞穿印银行金库？这车自重本来就大，你再加这么多铁疙瘩，得起飞呀！我要的是绝对的防御和撞击力，能不能做？不能做，我换一家。能做是能做，但这工程量太大了，光是那些钢板的切割和焊接，就得耗死我半条命。而且你要的时间太急了，3天，这根本不可能。50万手工费，材料费另算。王铁山的呼吸瞬间粗重了，50万够他干3年的。成交！兄弟们，别睡了，都给我爬起来，来大活了！他对着工棚大声吼道。就在工人们开始做着准备时，一阵尖锐刺耳的引擎轰鸣声从厂门口传来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像一道闪电般冲进了院子，在这个满是油污和废铁的地方显得格格不入。车门打开，一个戴着墨镜、满身名牌的年轻人走了下来，是张浩，那个上一世仗着跑车变异成了敏捷型机甲，抢走我唯一的食物，并将我一脚踹进丧尸堆里的混蛋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但我此刻却出奇的平静，冷冷地注视着这只花枝招展的孔雀。我的尾翼到了没有？老子必须拿第1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全碳纤维的 F1 赛车同款，保证您的车轻得像纸一样。王铁山忙着回应，听到这句话，阴影里的我嘴角勾起了一抹森冷的弧度。是啊，轻得像纸。末世降临的那一刻，质量就是生命。张浩引以为傲的碳纤维车身，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而牺牲了所有的防御。在那场变异中，他的机甲虽然拥有瞬移般的速度，但防御力甚至不如一个铁皮垃圾桶。那是什么玩意？张浩终于注意到了远处那辆遮天蔽日的矿卡，在红色的法拉利面前，这辆漆黑的巨兽简直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。喂，老王，你们这什么时候开始收废铁了？这么大个丑东西摆在这儿，挡着本少爷的光了，知不知道？他转过头，正好对上了我那双死寂的眼睛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那个卖保险的，还是送外卖的，叫林晨是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车该不会是你的吧？穷疯了吧？买这么个玩意儿干嘛？去工地搬砖吗？我看是想碰瓷儿吧？这车往路上一横，谁敢撞？笑死我！会说话吗？哑巴了！老子问你话呢！赶紧把这破烂挪开！本少爷的车要升级改装。张浩见我不语，不耐烦地吼道：“好好享受你的速度吧，毕竟再过4天，你就只能在逃命的时候用到它了。”老王，别理这个穷鬼，先给我弄，不然尾款你别想要了。张浩对王铁山嚷嚷着，看着张浩把法拉利开上升降机，开始拆卸原本的钢制防撞梁，换上更轻的碳纤维件。我眼中的讥讽更浓了，他在做减法，而我在做加法。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末世赌局里，我们把筹码压在了截然相反的两端。夜幕降临，为了赶工期，我花掉了整整20万作为加班费。20个焊工师傅轮流上阵，原本平整的散热格栅已经被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撞角。这个撞角像一把刺破苍穹的利剑，任何挡在前面的障碍物都会在接触的瞬间被撕裂。这钢板太薄了，换掉，把那块旧船板弄过来。我要那块30毫米的。我对着焊接工指挥道：“哎，兄弟，那可是船板啊，死沉死沉的，要是全贴上，这车门的铰链都得断。”工头为难地说道：“那就把铰链也换了。”
换成坦克的削走，我斩钉截铁。3天3夜，我几乎没有合眼，死死盯着每一个焊点，每一颗螺丝的拧紧。随着每一块钢板的加装，这辆车的气场在发生变化，它变成了一头披挂重甲的战争名。第3天凌晨，改装终于结束了，它静静地停在那里，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我的个乖乖，咱们到底改成了什么怪物？王铁山看着成品喃喃自语。完成改装只是第一步，一辆没有油的坦克就是个铁棺材，一个没有食物的堡垒就是座坟。此时距离末世还有最后3天，我开着这辆黑色巨兽离开了废铁城。一路上，所有车辆都像见了鬼一样纷纷避让。这台3650马力的柴油机组是不折不扣的油老虎，100公里油耗是以百升为单位计算。一旦末世降临，加油站会瞬间爆炸或枯竭，燃油将成为比黄金还珍贵的硬通货。所以我直接找到了一个私营油库，老板，我要买柴油，负35号的耐低温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我敲了敲油库办公室的门，老板是个精明的胖子，上下打量着我这辆奇怪的车。兄弟，最近查的严，大量买油得有批文，加价20%，现金结账。另外我要那种200升的大油桶，全给我装满，直接用叉车吊到我的车斗里。我从容回应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半小时后，一桶桶沉重的柴油开始往车斗内堆积，整整20吨，足够我在末世初期跑上几千公里，或者维持发电机运转半年。紧接着我又把车开到了批发市场，没有买那些花里胡哨的零食，而是直奔粮油区。压缩饼干来500箱，午餐肉罐头要200箱，大米来2吨，桶装纯净水2吨。批发市场的老板们笑开了花，以为遇到了哪里来的大采购员，还要帮我送货。不用送，我指了指外面停着的那座黑山，直接装上去。当最后一箱水被塞进缝隙时，整个车斗几乎已经被填满了。但这辆载重400吨的巨兽吃下几十吨的物资，悬挂系统甚至没有下沉1厘米。末世降临前最后24小时，城市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。虽然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日常的忙碌中，但敏感的人已经察觉到了异常。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红色，云层压得极低，就连手机信号也开始变得断断续续。新闻里播报着各地出现的异常，专家们在电视上争论这是不是太阳黑子爆发的前兆。但我知道这不是太阳黑子，这是机械火种正在接近地球，那是一种高维度的能量波，它将改写地球的物理规则。我开着堡垒缓缓驶向了精心挑选的目的地，那里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座尚未完工的高架桥。这里地势极高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最重要的是这里人少车少，毕竟末世降临的第一波冲击不是来自机械兽，而是来自人类身边的车辆。2026年1月26日11点58分，距离末世还有最后2分钟。此时正是城市最喧闹的时候，十字路口车水马龙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正在路口轰着油门，那是张浩。人行道上，王二狗骑着他的28大杠，车把上挂着刚买的菜，所有人都在按照既定的轨道生活，毫无察觉。最后10秒，天空中的灰黄色突然变成了刺目的紫红色，云层开始旋转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所有的电子设备在这一刻全部黑屏，红绿灯灭了，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瞬间瘫痪，全世界陷入了那1秒钟的极致死寂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死死抓住了方向盘，指节发白，一道无法形容的紫色冲击波从苍穹之底落下，瞬间扫过全球。轰，并不是爆炸声，而是一种直击灵魂的共振。我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感觉一股磅礴的力量把我按在驾驶座上，座位变得温热柔软，无数纳米金属粒子从座椅涌出，顺着我的脊椎攀爬，覆盖了我的全身。神经链接构筑中，动力核心同步，生命维持系统启动。一连串冰冷的机械音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。这不是幻觉，我眼前的挡风玻璃瞬间液化，变成了一面巨大的全景光幕，无数数据流在上面刷过。载具 SCM-G400，魔改堡垒，转化协议，质量守恒与功能映射，转化完成度100%。机甲代号堡垒，高度15.6米，总质量660吨，装甲类型重型船舶钢复合装甲，平均厚度80毫米，核心 G400型柴油动力矩阵，功率3650马力，状态完美，成了。我猛地握紧拳头，感受着体内巨大的力量。我与这尊钢铁巨兽融为了一体，我的思维就是它的指令，我的意志就是它的行动。我看向窗外，视野已经提升到了10几米的高空，整个世界疯了。十字路口，那辆红色的法拉利正在剧烈变形，它的车身被拉长，4个车轮翻转折叠，化作了4只，车头分裂，背后形成了一对锋利的臂人。片刻之后，一尊高约3米、通体赤红的刺客型机甲诞生了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张三的笑声通过某种共鸣频道在附近所有机甲的脑海中响起。我感觉自己能超越光速。他的机甲化作一道红色残影，在街道上急速穿梭，利刃挥舞间，将一个刚刚由公交车转化而成的机甲拦腰斩断。垃圾，都是垃圾！张三在公共频道里咆哮着。不远处，王二麻子的那辆28大杠自行车也完成了转化，车架变成了骨骼，2个轮子一前一后挂在背后，车把手成了2根短棍，整个机甲看上去十分脆弱。机甲代号未知，总质量18公斤。我的视野中自动弹出了它的数据，这就是前世的我，甚至比我还强点。我那辆共享单车转化后，总质量只有15公斤，这就是末世的铁律，残酷而公平。就在这时，那道红色的残影注意到了我，
这座伫立在高架桥上的黑色巨物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张三的公共频道里第一次出现了惊愕，他那台3米高的赤色闪电在我的堡垒面前渺小如玩具。我没有回应，我只是缓缓抬起了我的右臂。这条臂膀由重达数十吨的翻斗改造而成，外层覆盖着30毫米厚的特种钢板，前端的撞角厚重狰狞。随着我的动作，巨大的柴油机组开始低吼，液压系统发出刺耳的轰鸣，一股黑烟从我背后的烟囱喷涌而出，遮蔽天日。这种纯粹的力量感让张三一时失语。喂，你是什么人？装神弄鬼！我警告你，别挡本少爷的路！我是速度之王，你是活靶子！话音未落，他的赤色闪电引气奔涌，化作一道红线，直奔我而来。他想用引以为傲的速度证明自己的强大。那对锋利的臂刃在高速中划破空气，带起尖啸，直指我的腿部装甲。前世，他就是这样一脚将我踹进了丧尸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你对质量一无所知。我低沉的声音通过功率全开的公共频道传出，如同神谕，响彻整个街区。下一秒，当火星四溅，张三的臂刃砍在了我的小腿装甲上，然后寸寸断裂。他那由 F1 赛车级碳纤维打造的臂刃，在80毫米厚的船用复合钢板面前，脆弱的像是饼干。巨大的反作用力将他的机甲猛地掀飞，狼狈地朝后翻滚出去。不可能！张三尖叫起来，我的震惊臂刃怎么可能？震惊！他把碳纤维当成了震惊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我抬起了我的右脚，那只直径超过4米的巨型轮胎，此刻已是一支结构复杂的战争剧组。我只是缓缓地踩了下去。不要！张三的赤色闪电爆发出全部动力，试图逃离那片越来越大的阴影。他的速度确实很快，在地面上拉出了残影，但在巨大的覆盖范围面前毫无意义。轰！大地剧烈一震，我脚下的高架桥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，无数裂纹以我的脚掌为中心蔓延。我缓缓抬起脚，地面上只留下一个深达半米的脚印，以及脚印中央一团被压成了铁饼的红色废铁。世界清静了，我环顾四周，混乱依旧在持续。刚刚完成转化的车辆机甲，有的在疯狂攻击身边的一切，有的则惊慌失措的四散奔逃。这就是第一波冲击，源自人类自身的混乱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种低沉又刺耳的声音从城市的东边遥遥传来，咕噜咕噜噜。那声音里带着一股强烈的、原始的饥饿感。我猛地转动头颅，视野拉到极限，东边的地平线上，一个庞然大物正在缓缓站起。那原本是一座城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，此刻成千上万吨的金属垃圾、报废汽车、建筑钢筋，所有的一切都在蠕动、汇聚、融合。它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就是一团蠕动的钢铁烂。它的身体上时不时会伸出由10几辆汽车残骸组成的触手，将一个刚刚转化完成的机甲卷入体内。伴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咀嚼声，那个机甲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侦测到高能聚合体，代号暴食者，幼生体，质量约8000吨，警告，极度危险，请立即规避。脑海中的系统发出了刺耳的警告。8000吨，我看着那团不断吞噬着一切、体型还在持续膨胀的怪物，一种久违的战力感流过全身。原来上一世，我在那些顶级掠食者的眼中，真的连塞牙缝都不够。但现在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660吨的钢铁之躯，规避，我笑了。不，我挂上档位，动力核心的咆哮声瞬间提升了数个量级，是狩猎。8000吨，这是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数字。末世初期，绝大多数幸存者的机甲还停留在10几吨的级别，这头由垃圾和废钢聚合而成的怪物就是不可逾越的神兵。它没有腿，底盘是一团蠕动的履带和废弃轮胎的混合物，移动很慢，但每往前推进，柏油路面就如饼干般碎裂。沿途的报废车辆、路灯杆，甚至躲闪不及的低级机甲，都被它身上伸出的磁力触手卷起，粗暴地塞进那张由数个挖掘机铲斗拼凑成的巨物。令人牙酸的金属咀嚼声在街区回荡，警告，能量差距过大，建议立即撤离。脑海中系统冰冷的提示音闪烁着刺目的红光，我抬手在虚空中一划，直接关闭了警报模块。聒噪大就一定强吗？我靠在温热的驾驶座上，双手握住由方向盘转化而成的双轨操纵杆。前世我给车队修了3年车，见过太多外强中干的拼装活。这头暴食者只是幼生体，质量是靠吞噬垃圾强行堆砌的，内部结构松散，根本没有经过高维能量的彻底淬炼。它是一座松垮的沙堡，而我是一颗实心的钢球。暴食者发现了我。这座高架桥上15.6米高，浑身覆盖着漆黑重甲的堡垒，实在太显眼了。后一声类似防空警报的怪笑响起，一条由3节公交车厢首尾相连绞合而成的巨大触手，带着凄厉的风声，化作一道巨鞭，当头砸下。我没有退，操纵杆猛地前推，轰！3650马力的巨400型柴油矩阵发出一声震天爆响，排气管喷出2道漆黑的烟柱，堡垒那粗壮的双腿微曲，随后猛地发力，高架桥的桥面瞬间崩塌。我没选择硬抗，而是借着桥面坍塌的势能，迎着那条公交车触手冲了上去。当咔嚓，堡垒的右臂抬起，那面由退役破冰船30毫米特种钢板焊成的装甲盾狠狠撞上了触手，迸射的火星形成一道短暂的瀑布，触手断了。公交车厢那薄弱的铁翼在真正的重工业特种钢面前不堪一击，巨大的反作用力让堡垒的右臂装甲凹陷了微不可察的几毫米，但核心结构毫发无损。就这点力气，我咧开嘴，眼中闪过一丝暴力。堡垒落地，重达660吨的躯体砸在街道
道上，踩出2个深坑，没有丝毫停顿。我将油门踩到底，负35号耐低温柴油在燃烧室中疯狂爆燃，澎湃的动能顺着传动轴灌入双腿，660吨的钢铁堡垒爆发出与庞大体型完全不符的恐怖爆发力，迎着那座蠕动的8000吨钢铁山岳悍然冲锋。后，暴食者见我这只蝼蚁竟敢主动送上门，发出一声刺破耳膜的怪响，剩下的10几条触手同时甩出，有挖掘机大臂绞成的巨矛，有钢筋铁皮拧成的绞杀鞭，还有报废集装箱拼成的巨锤，像一张遮天蔽日的死亡大网，封死了我所有的躲闪路线。周围侥幸存活的幸存者机检在公共频道里发出一片绝望的惊呼：疯了，他绝对疯了！8000吨的幼生体暴食者，就算是军队的坦克集群都扛不住，他居然敢正面冲！完了，这下绝对要被搅成铁渣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前世3年在末世里摸爬滚打，我见过太多外强中干的拼装货，更懂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：花里胡哨的攻击再多，破不了防，全是废话。就在10几条触手即将砸中我的瞬间，我眼中寒光暴涨，神经链接瞬间拉满，心底发出一声震彻灵魂的低吼：都来！心念一动 ，V 型破冰撞甲瞬间崩解成无数泛着冷光的内锰金属粒子，不过0.3秒，一把全长12.8米。总重85吨的巨型单刃重斩刀赫然成型，刀身是破冰船原装的特种镍铬合金钢，刀刃是矿山自卸车的耐磨铲刃，刀身上的纹路还带着撞蒋原生的冷硬杀气，完美契合我这台堡垒机甲的重在破碎本源。给我破！我怒吼一声，腰身猛地扭转，全身3650马力的动力尽数灌注到右臂之中，碎岩重斩刀迎着触手网狠狠劈出一道惊天弧光，几道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接连炸响，火星几乎照亮了半个临海市。那些能轻松拍扁10几吨机甲的触手，在这把灌注了全部吨位力量的重斩刀面前，脆得像晒干的树枝，被一刀尽数斩断，断裂的铁皮钢筋哗啦啦落了一地，黑色的液压油像暴雨一样泼洒而下，公共频道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几秒后，铺天盖地的惊呼声炸开，卧槽！一刀斩断了10几条触手，这是什么怪物级的力量？那把刀哪来的？刚才明明还没有。比起张浩那脆得像纸的碳纤维臂刃，这他妈才叫真正的杀气啊！我根本没空理会频道里的哗然，借着斩断触手的狠冲力，堡垒双腿猛地发力，660吨的躯体腾空而起，直接跳上了暴食者那如同小山般的躯干，脚下的钢铁烂泥疯狂流动，无数尖刺翻起想要刺穿我，可80毫米厚的船用复合装甲狠狠碾下，直接把所有尖刺碾成了铁屑。我的目光死死锁定在他躯干正中央，那团不断跳动的紫红色火种核心，这是他唯一的命门。游戏结束了，我高高举起碎岩重斩刀，全部动力灌注刀身，朝着核心狠狠扎下。可就在刀尖即将触碰到核心的瞬间，那团光团突然爆发出刺眼的紫红色光芒，一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能量瞬间炸开。我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撕心裂肺的警报：警告，暴食者强行进阶，质量突破2万吨，核心能量全面失控。进阶的能量冲击波瞬间横扫整条街道，周围的废弃楼房像纸糊的一样轰然倒塌，原本松散的钢铁烂泥在高维能量的淬炼下疯狂压缩融合，2万吨的钢铁躯体硬生生凝出了50毫米厚的一体合金装甲，原本蠕动的底盘长出了6条粗壮的机械巨腿，胸口的进阶核心像一颗跳动的小型太阳，散发着毁天灭地的威压。公共频道里仅存的幸存者彻底陷入了绝望，完了，2万吨的进阶暴食者，临海市彻底没救了，吨位差了快20倍，就算大佬刚才再猛，也不可能打得过来。快跑吧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系统的红色警报还在疯狂刷屏，警告：目标综合战力是宿主的17倍，可释放范围性能量冲击波，请立即撤离。撤离！我靠在温热的驾驶座上，嘴角勾起一抹森冷的笑。前世我见多了这种靠能量强行进阶的拼装货，它看似吨位暴涨，实则核心完全暴露在体外，6条机械腿的关节处全是能量淬炼不充分的致命缝隙，它依旧是那座松垮的沙堡，而我是那颗越脆越硬的实心钢球。暴怒的进阶暴食者张口就喷出一道紫红色的能量冲击波，所过之处，柏油路面直接融化成铁水，直奔我的驾驶舱而来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躲闪，可我偏偏反其道而行，操纵杆猛地前推，堡垒机甲迎着冲击波悍然冲锋，同时心念一动，碎岩重斩刀瞬间切换形态，刀身展开成一面20米宽的合金巨盾，死死挡在身前。轰！冲击波狠狠撞在巨盾上，刺耳的金属灼烧声炸响，整个街区都被紫红色的光芒笼罩。当光芒散去，全球都安静了。我的堡垒机甲依旧稳稳地站在原地，巨盾虽有焦痕，却完好无损，核心毫发无伤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公共频道里有人失声尖叫。就在暴食者愣神的瞬间，我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破绽，堡垒机甲猛地一跃，借着冲锋的力量，狠狠踩断了他2条机械腿的关节。进阶暴食者瞬间失去平衡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，庞大的身躯踉跄着轰然倒地。我没有丝毫停顿，左臂的液压矛狠狠钉进他的躯干，任凭他如何翻滚挣扎都纹丝不动。右手的碎岩重斩刀再次高高举起，刀身因为动力过载发出嗡呜，金色的能量光顺着刀刃流淌，重斩刀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狠狠扎进了他胸口完全暴露的火种核心。噗嗤，核心瞬间炸裂，比之前强盛数倍的高维能量像海啸一样喷涌而出。进阶暴食者2万吨的躯体发出一声濒死的哀鸣，随后快速崩解，
最终化作一堆融化的废铁。纳米金属粒子疯狂吞噬着喷涌的火种能量，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里接连刷屏。高维火种能量吸收完成，机甲总质量提升至2100吨，装甲厚度升级至150毫米火种淬炼合金钢，动力核心升级为双矩阵柴油引擎，峰值功率18000马力，碎岩重斩刀完成升级，可释放火种破角冲击波，总质量提升至120吨。我缓缓握紧拳头，感受着体内翻江倒海的力量，随手挥出一刀，金色冲击波直接将远处移动写字楼拦腰斩断，金色刀光消散，整条街安静的只剩下金属冷却的噼啪声。我站在暴食者残骸中央，脚下是融化成暗红色的废铁，背后2根巨大的排气管喷出黑烟。15米的堡垒如今已经膨胀到了20多米，装甲更厚，关节更沉，连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一台钢铁工厂在运转。公共频道里终于响起一道颤抖的声音：“哥，大哥，你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机甲？”我低头看去，街角废墟后，几台小型机甲缩在那里，有面包车转化来的，有小轿车转化来的，还有一个外卖电动车变成的细腿机甲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变形的保温箱。他们没有冲上来，也没有跪地求饶，只是害怕。那种前世我太熟悉了。末世刚开始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觉醒成了主角，直到第一头怪物出现，他们才知道自己只是会动的口粮。我没有理会他们。堡垒胸口的火种炉微微震动，自动将暴食者残留的高维碎片吸入体内，侦测到可融合模块。磁力牵引链来源：暴食者触手结构，是否融合？融合！咔咔咔！堡垒背部的重型护甲打开，10几根粗壮的黑色链锁从脊柱两侧延伸出来，末端是带着倒钩的磁力锚。磁力牵引链融合完成的瞬间，堡垒背后的护甲重新闭合。街角那几台小型机甲终于壮着胆子走了出来。一台面包车机甲抬起双手，声音发颤：“大哥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就是想问问能不能跟着你。”旁边那个外卖电动车机甲更直接，腿都在抖。我不白吃饭，我会送货，会修补轮胎，我还能跑腿儿。我扫了他们一眼，总质量从几十公斤到2吨不等。末世第一天，这种机甲连炮灰都算不上，但他们眼里的恐惧是真的。上一世，我也曾这样站在强者面前，把尊严压得很低，只求一口吃的。我没有开口拒绝，也没有答应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街道尽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咚咚咚，一台高约6米的越野机甲从废墟后走出，宽肩厚甲，四肢粗壮，胸口还挂着一排由越野车前保险杠变形而成的撞击护板。他身后跟着10几台小型机甲，像一群刚找到靠山的猎狗。公共频道里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都别慌，我是李猛，从现在开始，这片街区归我管。”我眼神一冷，李猛，上一世临海第3避难点的临时头目，他不是最强的，但最会装好人，嘴上说着统一管理物资，实际上谁弱抢谁。我前世修车3年，给他换过无数次装甲板，他每次都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凌晨，好好干，哥不会亏待你。”后来丧尸潮冲进营地，他第一个把我们这些维修工推出去堵门。李猛的越野机甲停在我面前100米外，他仰头看着20多米高的堡垒，声音明显顿了一下，但很快他又稳住了。兄弟，刚才我都看见了，你确实猛，不过一个人再猛也守不住这么多物资。他抬手指了指我身后的车斗，那里堆着柴油、罐头、水、压缩饼干。末世第一天，这些东西比命值钱。周围那些幸存者机甲的目光瞬间变了，恐惧里多了一丝渴望。李猛很懂人心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这样，你把物资交出来，大家统一分配，你当战斗主力，我当管理，咱们强联合，活下去的人更多。”面包车机甲忍不住后退半步，外卖电动车机甲小声说道：“可那些东西是大哥自己的。”李猛猛地扭头，都末世了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他这么强，少吃一口能死。一句话，公共频道里安静了。我笑了，这位太熟了，上一世他也是这么站在道德高处，把别人的东西一句话变成大家的。我抬起右臂，碎岩重斩刀垂在身侧，刀尖划过地面，拉出一道冒着火星的沟壑。李猛，你想抢就直说。李猛的声音沉了下来。兄弟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我是在给你台阶。刚经历大战，你的机甲肯定消耗很大吧？我这边10几个人，你真要为了几箱罐头跟所有幸存者翻脸？他身后的机甲们立刻围了上来，有人紧张，有人兴奋。一台由小货车变成的机甲举着钢叉，声音发干：“猛哥说的对，物资得统一分。”另一台轿车机甲跟着喊：“这么多柴油，他一个人用得完吗？”外卖电动车机甲急了：“你们刚才怎么不敢打暴食者？现在出来分东西！”李猛抬手就是一巴掌，那台电动车机甲被拍得滚出去7、8米，保温箱都摔变形了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！我的眼神彻底冷了下去。我可以不救人，但我讨厌有人踩着弱者，装成救世主。李猛转回头，语气里带着威胁：“凌晨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交物资，加入我们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。”我没有回答。堡垒胸口的双矩阵柴油核心轰然点火，2道黑烟从背后喷出，整条街的碎玻璃都被震得发颤。李猛脸色一变，立刻后退半步，但他身后人太多，他不能怂。上！他刚打完暴食者，现在就是空架子。10几台机甲同时冲来，钢叉、铁棍、车门盾牌，乱七八糟砸向我的腿部关节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当当当当，火星四溅。那些攻击砸在150毫米火种淬炼合金钢上，连一道像样的划痕都没留下。有人当场傻住，这怎么打？我抬脚轻轻一跺，轰，地面塌陷。冲在最前面的3台小机甲被震得趴在地上，关节火花乱冒。我没有碾碎他们，只是让他们动不了。真正该收拾的不是这些被煽动的蠢货，是李猛。他趁乱绕到我侧面，越野机甲肩部护板猛
猛地展开，重装冲锋，6米高的机甲爆发出惊人的速度，像一辆失控的装甲车，狠狠撞向我的膝盖。前世他靠这一招撞翻过不少强者，可惜在2100吨的堡垒面前，他那点冲击力连浪花都算不上。我抬手，五指张开，背后护甲无声裂开，下一秒，10几条漆黑的磁力牵引链凭空爆射而出，刚才还空无一物的背部，瞬间像张开了一片钢铁蛛网。李猛瞳孔骤缩，什么东西？磁力矛精准咬住他的肩膀、腰甲，双腿关紧，撕拉，强磁锁死。他的冲锋硬生生停在我面前30米处，惯性撕的他全身装甲吱呀作响。我右臂一拉，轰！6米高的越野机甲被我像拖麻袋一样拽到脚下。李猛彻底慌了，不，我只是想合作。我低头看着他，上一世你也这么说？李猛愣住，什么上一世？我没解释。碎岩重斩刀翻转，用刀被重重砸下，咔嚓，他的右臂装甲当场断裂，越野车变形出的冲撞护板碎了一地。第2下，左腿传动轴崩断。第3下，胸口那排撞击护板被砸成废铁。李猛的声音彻底变了，没有刚才的沉稳，只剩下发抖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物资我不要了，我走，我马上走。我俯身，钢铁巨掌按住他的头部装甲，整条街都听见我的声音。记住，末世不是你装好人的舞台，再敢拿别人当筹码，我拆的就不是外甲。李猛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，他身后那些机甲全都僵住。刚才喊得最凶的小货车机甲，默默把钢叉丢在地上。外卖电动车机甲从废墟里爬起来，看着我，声音哑得厉害。大哥，谢谢。我没有看他，收回磁力牵引链，然后我弯腰从暴食者残骸里捡起一块还在发红的火种碎片。系统提示响起，侦测到低级火种残片，可用于临时强化附属机甲。我转头看向那台外卖电动车机甲，他吓得立刻站直。我把火种碎片丢到他脚边，你刚才敢说话，这东西赏你。他愣住了，周围所有机甲的呼吸都停了一瞬。李猛趴在地上，装甲缝里还冒着电火花，看着那块火种碎片，眼里全是血丝。外卖电动车机甲颤抖着捡起碎片，下一秒，他瘦弱的双腿开始重组，背后的保温箱裂开，变成一对轻型推进力。他的声音在公共频道里抖得不成样子，大哥。我变强了！外卖电动车机甲刚融合完火种碎片，身高从1.5米蹿到了2.8米，背后那对新生的推进翼收拢，铁灰色、轻薄，边缘还在嗡嗡震颤。大哥，我叫许凡。他仰着头，声音还在抖。我以前跑外卖的，临海大学那一片全是我的蛋，3公里内没人比我快。我没说话。此时系统地图上，临海市已经变成了一片混乱的红点和绿点。红点是机械兽，绿点是幸存者机甲，绿点在快速减少，不是被机械兽吃了，是在互相吞噬。我正准备带着物资转移到更安全的制高点，公共频道里突然炸开了一道声音：临海工业港区已被我全面接管，港区内有大量燃油、金属材料和工业机械，想活命的带着你们的物资来港区报到，不来的后果自负。频道里瞬间沸腾，赵鹤年，那个搞航运的赵家大少，港区那地方停着好几艘万吨货轮吧？完了，要是那些货轮也变成机甲了！我盯着系统地图上港区方向密密麻麻的光点。赵鹤年，前是临海市最大的势力头目，不是因为他多能打，而是因为他爹的航运公司在港区停了3艘万吨级散货船。末世降临的那一刻，3艘万吨货轮同时转化，船舶的转化效率远不如陆地载具，船体大量使用低密度舱式结构，实际有效质量只有自重的1/3左右，但架不住基数大，3艘船加起来，光有效转化质量就超过了15000吨。前世的赵鹤年靠着这3台船舶机甲横压临海半年，直到遇见了深海里爬出来的那东西。